在我跟傅希言恋情公布那天，温乔跳楼自杀了。得知这个消息，傅希言只是皱了下眉，继续给我包下，甚至在我问起时，也只有一句淡淡的没印象。直到后来，我因意外流产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傅希言不顾我的哀求，下车去救一个轻生的女孩，而那个女孩有着一张跟温乔一模一样的脸。我才知道，原来他爱的一直是她。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我从来没想过傅希言会为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抛下生命危急的我和肚子里7个月的孩子。我顾不得肚子里传来的一阵阵绞疼，用尽全力伸出手拉住了即将下车的男人。傅希言，你先送我去医院好吗？我肚子好疼，脸上的汗水混合着泪水滚落下来。我紧紧掐着手心，让自己保持平静，语气几近哀求。男人眼中闪过挣扎，似在犹豫。可随着远处桥上女孩一跃而下的背影，他用力掰开了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跳了下去。我躺在车座后面，一手捂住7个月大的肚子，一手抓着裙子，鲜红的血从腿间流出，顺着大腿往外涌出，染红了身上的睡裙。我只感觉一阵阵的绞痛从肚子里传出，大脑被痛楚麻痹，让我几乎无法思考。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心中只有一片绝望。可想起肚子里好不容易盼来的宝宝，我又咬紧牙，挪动身子到车窗边，求求你带我去医院好吗？我手指紧扒着车窗，向紧邻着的车主求救。此时正是凌晨，路上几乎没有几辆车，只有这一辆车因为主人在打电话而把车停在了路边。车窗降下，露出了一张冷硬的脸。男人似乎瞧清了我的状态，脸上表情微变，立马下车。得罪了。下一刻，我被人稳稳抱在怀里，染血的裙摆弄脏了他身上一丝不苟的西装，他却连眉都没皱一下，动作小心地将我放进他的车里，油门一踩，车如离弦的箭冲了出去。被送到医院时，我已经疼得神志不清了。医生给我打了麻药，进行手术，只是因为在路上耽搁时间太久，错过了最佳时间，胎盘不稳，又加上我本身体质就弱，孩子保不住了。手术结束后，我被送到了病房，身边的小护士还在抱怨，再晚一会估计就一尸两命了。你怎么当丈夫的？老婆和孩子都照顾不好。面对劈头盖脸将他骂了一顿的护士，陆慈安有些无奈，不过他也没过多解释，只低着头一副乖乖听训的样子。等护士出去后，房间里弥漫着一丝尴尬的氛围。谢谢你今天救了我。我开口打破了沉默，打起精神，朝男人露出一个笑。没事，需要我帮忙通知你的家人吗？陆慈安倒了一杯水递给我，想起傅希言抛下我去救人的情景，那股褪去的痛意似乎又涌了上来，手指无意识地攥紧。我垂下眼睫，低低地说了声不用了，谢谢。男人好像并不意外，随意地点了下头，就离开了。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人的呼吸声。我抬起掌心，摸了摸小腹的位置，那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命跳动的征兆。因为先天不足，我的身体一向不好。结婚了5年，我每天都喝中药调理身体，坚持锻炼身体，增强免疫力，这才好不容易怀上了一个孩子。平常我都小心翼翼地护着，生怕出了什么问题。甚至在这段时间，我能感受到肚子里的小家伙的动静，很奇妙的感觉，就在我的肚子里孕育了一个小生命。可现在这个孩子没了，
而且还是因为爸爸去救别人，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才没的。距离我来到医院已经4个小时了，可傅希言还没有过来，甚至连一通电话都没有打来。我打来手机，点开热点新闻，不出所料的在上面看到了傅希言的身影。男子勇敢跳水救下轻生女孩，救人男子竟是傅氏总裁。手指不断划着新闻页面，看着上面一条条播报的新闻，每一条上都有傅希言的身影，有他不顾一切跳到水中救起女孩的身影，也有他将外套脱下包裹着怀里女孩去往医院的照片，一幕幕的异常刺眼。当时明明已经听到了警笛声，周围看到的路人也都在往女孩的方向赶，就算傅希言不去，也会有人去救她的。可他偏偏丢下了有生命危险的妻子，去救一个陌生女人。我想起16岁那年，在路上看到了一个被车撞倒的老人，老人身上伤得不重，只有右腿擦伤。我想要上前去扶，却被傅希言拉住了胳膊，别去。等一下，交警就过来了。回去的途中，他还苦口婆心给我讲了一大段道理，希望我以后遇到这种事要先考虑自身，不要一股脑往前冲。他从来不是一个冲动的人，能为了救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也正是因为足够了解他，才能知道他今天的行为有多反常，心一点一点地凉了下来。我关掉手机，疲惫地闭上了眼，直到第2天下午，傅希言才来医院。他眼下乌青，身上的衣服还是昨天那件，看起来像是匆忙赶来的。打开病房门，看到我的那一刻，他眼中恢复了些亮光，走上前就要牵起我的手。傅希言，孩子没了，一句话将他定在了原地。这5年来，他是一点点看着我怎么努力调养身子，怀上孩子的。他知道我有多么期待这个孩子。傅希言眼中是浓浓的愧疚与自责，他站在那，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对不起，阿宁。我撇开头不去看他，见我许久不出声，他终于慌了，上前来抱住我。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我会找最好的医生给你调养身体，一定会有的，不会再有了。我的身体本就不好，能怀上这个就已经是运气了。经过这次流产，元气大伤，医生说以后可能都不会有孩子了。我动了动唇，终是没说出这些话。我累了，想休息。见我闭上眼，傅希言也不再说话，只是坐在床边安静地守着我。可能是为了弥补我，在我住院的这些天，傅希言一直陪在我身边，给我熬各种补身体的汤，给我擦拭身体，监督我喝药，事事亲力亲为。直到第5天，傅希言接到了一通电话，挂了电话后，他带着歉意地看着我：阿宁，公司有急事需要处理，我去看一下，晚点再来陪你。他摸了摸我披散的长发，在我额头印下一吻，才脚步匆匆地离开。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松开了手中紧攥的手机，上面赫然是傅希言陪着另一个女孩出院的照片。女孩走在前面，上了副驾驶的位置，傅希言跟在后面，贴心地伸出手挡在上面，怕她撞到了头。媒体只拍到了傅希言的背影，但那个女孩的脸拍得很清晰，明眸皓齿，朱颜单纯，是一个明艳娇媚的女人。我的视线死死盯在女人的脸上，过了许久，才泄了气似的松开手机，发出一声轻潮。这些天萦绕在心头的疑惑终于解开了。高3那年，我们班里转来了一个女生，标准的鹅蛋脸，一双含情桃花眼，唇角总挂着甜美的笑意。她就像耀眼的光，张扬明媚地闯进了我和傅希言的生活之中。仅仅1个星期，
温峤高调追傅希言的事就传遍了学校。我和傅希言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他在外一直是高冷学神的模样，但对我总是温柔又耐心。或许正是因为这独一份的偏爱，让我不可抑制的贪恋，想要更多。直到温峤出现的那一刻，我产生了危机感。他太耀眼了，就像是在所有人都暗淡的青春里突然出现的一抹光，灼人却也夺目，是跟我的安静柔弱完全不同的张扬肆意。我怕傅希言也会喜欢上他，在他的坚持不懈下答应。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傅希言对他很冷淡，哪怕他在外对所有人都礼貌，但对温峤是显而易见的疏离冷淡。对于温峤所有的示好，通通视而不见。我依稀记得高考前的那天，温峤拦住了回家的我们，他站在傅希言身前，一双漂亮的眼睛倔强地看着他。如果这次我能跟你考同一所大学，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不能。傅希言回答得很果决。温峤似乎被伤到了，眼中升起水雾。傅希言没有看他，拉着我的手就要离开。走过几步后，才传来温峤大喊的声音：傅希言，如果我说你不跟我在一起我就会死呢？你还是坚持不跟我在一起吗？握着我的手掌猝然收紧，或许就连傅希言都没注意到他身体的一瞬间僵硬。我喜欢的人是阿宁，你好自为之。说完，他就带着我离开了。当时的我被突然的表白砸中，脑袋晕晕乎乎的，根本没有发觉傅希言的异常。直到我们高考结束，傅希言向我表白，我们顺理成章的在一起那天，男孩带着我在沙滩上散步，将我喜欢的贝壳一颗颗捡起来，串成一串。我们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着海鲜大餐。接到温峤跳楼自杀的消息时，傅希言正含笑给我包着下。他眉头皱了一下，手上的动作顿了几秒，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多吃点。平淡无波的语气，就好像那个死去的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成为我们前18年人生的小插曲。傅希言对我比之前更好了，只要是关于我的东西，他都要亲力亲为。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他也会轻轻摸下我的头，眼中含着宠溺。好好休息，其他的交给我。结婚5年，偶尔我也会想起当初那个如骄阳一般热烈的女孩。每当这时，就会赌气地问傅希言：这么好看的女孩，你真没心动过？傅希言只是搂着我的腰，脖子在我身上蹭来蹭去。真没有，早就没印象了。看他这样，我也放心了。后来再也没提起过这个人，直到5年后的今天，傅希言放弃了我和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奋不顾身地去救那个和温峤长得一样的女孩。我才恍然明白，过去的所有一切都是假象。原来在5年前，他就已经爱上了温峤，只不过他伪装得太好，骗过了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因为身体恢复得很好，我提前出院了。只是我没想到，回到家打开门，看到的是这样刺眼的一幕：女孩在前面学习做菜，傅希言从背后拥住她，教她什么时候加水，什么时候放盐。一滴滚烫的油溅到了她的手上，女孩顿时红了眼眶，撒娇地看着傅希言。傅希言心疼地捧着她的手，放在嘴边轻轻吹气，还一边讨饶道：我的错。傅希言在我面前很温柔体贴，但却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弯腰低头认真地哄着我，也不会孩子气地陪着我打闹。他永远是一副稳重的样子，就连脸上的笑意也是浅淡的。我站在他们身后看了很久，直到他们转过身看到我，傅希言愣了一下，却下意识地挡在女孩身前。我扯出一个笑，故作轻松地说：傅希言，
不介绍一下吗？不等傅希言开口，一旁的女孩先说话了：“你好，我叫温雪。”就连名字都那么像，没有感受到她的恶意。我点了点头：“我叫江宁，我累了，先上去休息。”我没有问温雪为什么会在这里，也没有去质问两人的关系，而是直接无视了傅希言欲言又止的表情，离开这里。客厅里一时陷入寂静。温雪拉了拉傅希言的手指，表情纠结：“你快去哄人吧，不用担心。”傅希言安抚地握紧他的手。这一个星期里，我很少出房间，但透过厚重的门窗，依旧能听到两人的嬉笑打闹声。温雪的房间就在我的房间隔壁。原本我和傅希言是睡在一个房间的，但自从出院后，他就搬到了另一个客房，谁都没有提这件事。晚上，我被渴醒去厨房倒水，门口突然传来响动声，借着窗外的光线，我看清了两人的身影。刚一进门，傅希言就迫不及待地将温雪抵在门上，两人吻得难舍难分。温雪身上穿着一件黑色吊带短裙，此时已经被傅希言扯得松松垮垮。男人一把托起她的腰，将她丢到沙发上，自己附身而上。突然，沙发上的女人娇娇出声：“傅希言，你是更喜欢江宁，还是更喜欢我？”男人闷笑一声，回答得干脆又随意：“吃醋了，当然是你了。江宁那个病秧子像个木头一样，一点都没意思。”我第一次知道，向来温和有礼的傅希言嘴里也会说出这么轻浮的话。温雪满意了，主动搂上男人的腰，献上香吻。我捏紧手里的杯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们。空气中酒味混合着情欲的味道，令人作呕，直到眼睛酸疼，有液体滑落下来，我才忍受不住地推开厨房的门跑了出去。巨大的声响打断了两人的动作。傅希言的眼神清醒过来，他猛地推开温雪，站起身往我的方向追去。看见我趴在洗漱台上干呕，他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阿宁，多年来照顾我的习惯，让他站在我身后，一点一点地给我顺气，拍在我背上的手都在轻微颤抖。等缓过来劲后，我推开了他，眼里带上了厌恶的情绪。傅希言，我们离婚吧。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中带着一丝绝望。傅希言的脸上几乎没了血色，他慌张地想伸手来拉我，却被我避开了。我的视线落在他锁骨处鲜明的吻痕上，只觉得刺眼无比。骗了我整整5年，好玩吗？我看着他，明明是和记忆里的少年一样，却让人感到陌生。傅希言的眼睫颤抖了2下，终是低下了头。对不起，我已经失去过他1次，不能再失去第2次了。也许是心里觉得亏欠，离婚时，傅希言将公司的股份和名下的房子都给了我。我回去搬东西时碰到了温雪，经过她身边时，我问了一句话：“你是温乔吧？”当年她跳楼时，学校很多人都看到了，确实是抢救无效去世了。可看到她的第1眼，我就觉得她是当初那个女孩。你很聪明。温雪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在我走出大门时，意味不明地说了一句：“你和傅希言并不适合，也许离开他，你能过得更好。”或许他说的是对的，有些感情在一点点的消磨下，最终都会殆尽。也许从孩子没了的那一刻，我们之间就注定不可能了。搬到新的房子里时，我碰到了之前帮过我的那个男人。他穿着一身黑色赛车服，手上抱着头盔，眉眼轻抬，看起来桀骜不驯，跟那天的样子截然不同。看到我，陆慈安愣了一下，目光在我微红的眼角掠过，突然开口：“我去赛车，要不要一起？”
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应该是要拒绝的。可想起我前20多年都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身体弱的原因，不能做大幅度运动，不能去尝试那些刺激的项目，永远是一个乖乖女。就连这段婚姻也都是被安排好的。心中突然起了叛逆，我答应了下来。明明才见第2面，可我总觉得面前的人有些熟悉。我跟在他的身后下了楼，看到了停在楼下的银黑赛车，车身完美，线条流畅，看起来很拉风。他弯腰低头，将手中的头盔戴到我头上，顺便为我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黑色赛车像飞速般冲了出去，我双手紧紧抱着他的腰，感受着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声，还有心脏不停跳动的声音。我脑海中模糊闪过一个画面，一头银发的少年靠在赛车旁，意气风发地朝我笑着，好像曾经也有人也陪我做过一样的事。脑子里传来针扎似的细密的疼。我停止了思索，听我父母说，在我16岁那年，我曾发生过一次意外，从滑雪场摔下来，撞到了脑袋，勉强保住了性命。也是从那时候，我留下了头疼的后遗症。只要想事情想得太多，头就会跟爆炸一样疼。不能记太多事，不能想太多，也不能用脑过度。也是因为这件事，我被父母禁止去做一些刺激项目和危险的地方。我只大概记得，在跟傅希言在一起之前，我喜欢的是另一个人。想来后面也应该是分手了，所以没有再出现在我面前。下车时，我竟然在人群里看见了温雪和傅希言。温雪穿着黑色紧身皮衣，一头卷发，活脱脱一个妖艳美人。傅希言看到我，眼神动了动，最后还是走到我面前。阿宁，你怎么在这？你身体不好，不能玩这。傅先生，我们已经没关系了。我出声打断他的话，看着我冷淡的样子，傅希言以为我在故意赌气。就算你恨我，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别闹。说着，他的表情严肃了些。如果是以前的我，看到他这副表情，肯定会乖乖听话。但现在，我只觉得他虚伪。既然当初那么爱温乔，为什么又能心安理得地跟我结婚？结婚后，却又因为别的女人抛弃了我，到底是执念还是因为爱？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吧。我正想开口讽刺几句，陆慈安放下头盔，站在了我面前，比一比。他的语气散漫，眼神却沉沉地盯着傅希言。傅希言看到他的那一刻，瞳孔紧缩了一下，目光停留在他的脸上。好，他握紧拳头，答应了下来。周围看热闹的人也纷纷凑过来打赌。陆慈安将我带到一旁的看台上，将外套脱下，露出穿着黑色短袖的手臂，上面有淡淡青筋鼓起，显得很有力量感。他将外套垫到上面，又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在这等我。我还没反应过来，两人就已经上了车。2辆车如疾风迅雷般闪了出去，我不由得也被场上的紧张气氛感染，目光紧紧盯着他们的车。你不恨我吗？直到耳边响起女人娇柔的声音，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温雪坐在了我身边。不恨，我应该感谢你，让我看清了他。我宁愿现实更残酷一点，也不愿一直被虚假的爱意包裹。温雪撩了一下头发，双手撑在台上，语气有些漂浮不定。你应该看出来了吧，我不爱他。至于我为什么接近他，大概是为了得到他的爱。他话锋一转，又悠悠说着，其实他爱的是你，只不过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陪伴的时间太长，让他一时分不清自己的感情到底是亲情还是爱情。当时我又刚好出现，
一个和你完全不一样的女孩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他自然就被吸引住了。在他新鲜感最浓的时候，我以死亡的方式消失在他的生命里。无论他之前对我是不是爱，那么浓墨重彩的感情都会被他错认成爱意。听到这里，我大概明白了他当初为什么那么做，只是这么大费周章的谋划5年，只是为了得到傅希言的爱。温雪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笑了笑，脸上带着我看不懂的洒脱。这本来就是我存在的意义。走之前，他拍了拍我的肩，看向陆慈安的方向。有些人的缘分，即使是错过了，也会再次相遇，好好把握。我想开口解释，但看着温雪离开的背影，张了张嘴，没能说出口。冷吗？男人高大的阴影笼罩在眼前，我抬头就看到了他分明的下颌线，透着淡粉的薄唇，再往上是那双深沉的眸子，对上那双眼，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出来了，让我一时间愣在了原地。想什么呢？这么入迷？脑袋上被人轻轻弹了一下，我捂住头，控诉地看着陆慈安。陆慈安弯了弯唇角，自然而然地牵起我的手，将外套随意搭在手臂上，就往外走。我突然有些脸热，想要挣脱他的大掌，可他反而握得更紧了。我们才见第2面，这样是不是不好啊？而且胡思乱想间，我竟然将心里话给说了出来。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话，那股热气直接从脸上到了全身。我在心里暗暗祈祷陆慈安没有听到，可惜男人带着笑意的声音从头顶落下，听起来心情不错，不是2面，而是很多很多面。只是当时我脑袋乱糟糟的，根本没注意他说了什么。我们到的时候，傅希言他们早就已经在那坐着了。傅希言看到我们2人牵着的手，脸色猛地一变，嘴角绷紧，眼中多了些冷意。后面大家玩嗨了劝酒的时候，傅希言下意识地挡在我面前，开口：“阿宁身体不好，不能喝酒。”顺手就接过我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我突然想起，在没遇到温乔之前，傅希言也是这样护着我。他比我大2岁，所以总是像哥哥一样照顾我，把所有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也许他曾经也真心喜欢过我，只是这份喜欢在褪去的新鲜感前有些微不足道。在他要接着替我喝下第2杯的时候，我推开了他的手，拿起一旁的酒杯，一饮而尽。喝少点没事的。这个时候，温雪回来了，傅希言也没再替我拦酒。到后面，我嫌包间里太闷，就借口上厕所出去透气。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脑袋有些晕晕的，看不清前面的路。就在我快要摔倒时，一条手臂从旁边搂住了我的腰，将我箍在怀里。我先送你回去。酒精发酵，我的脑袋更晕了，一路上都在耍酒疯。陆慈安任劳任怨地抱我下车，向家里走去，迷蒙地半睁着眼，半醉半醒间，我看到男人的脸和梦里的那个模糊的人影重合在了一起。吧唧，鬼使神差的，我一口亲了上去。陆慈安被我亲得愣住了，停在了原地，手臂不断收紧。我有些难受地动了动身子，下一刻，潮湿带着酒意的吻如狂风骤雨般落了下来，直到把我亲的大脑缺氧才停下。小没良心的，头顶传来一声叹息。男人继续向前。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不仅有傅希言，还有陆慈安。我们3个从小就是邻居，一起玩到大。因为我年龄最小，他们2个都宠着我，但我喜欢的人是陆慈安。16岁那年，我想去滑雪，陆慈安趁放假偷偷带我去玩，可在滑雪途中出了意外，我从山顶滚落了下来，
陆慈安为了抓住我，也一起滚了下来。少年双手紧紧抱着我的身体，将我牢牢护在怀里。被送到医院时，我伤到了脑袋，记忆出现问题，而陆慈安伤到了腿，在腿上留了一个7公分的疤。医生说，再往上2厘米，这条腿估计就保不住了。也因为这件事，陆慈安的父母强硬地将他带出国治疗。醒来后，我记得所有人，唯独忘记了陆慈安。后来，我喜欢上了傅希言。在傅希言跟我告白时，我同意了。可结婚不过3年，他就出轨了公司里的一个小秘书。当女人挺着一个大肚子来找上门时，我只觉得不可思议。我在傅希言面前哭闹撒泼，他只用那双冷静的眼冷漠地看着我，最后吐出一句：“离婚吧。”我像受了刺激一样疯狂地捶打他。傅希言，是你说的会对我好的，你怎么能骗我？傅希言不耐地推开我，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哪还有名门千金的样子？我被推得趔趄了一下，后退时撞到了桌子上，一股痛意从腹部传来，有什么液体顺着大腿流下。意识的最后时刻，是傅希言冷漠的眼神。流产住院的1个月，傅希言没来过，只让助理送了离婚协议书来。我被赶了出来。傅希言为了给他的小情人出气，开始打压我们家的公司，被公司的事弄得焦头烂额。我爸妈在一次去公司的路上出了车祸，后来我心神恍惚下失足落水而死。死之前都没有想起陆慈安。梦醒之后，我出了一身冷汗。梦里的场景太真实了，真实到就像是曾经亲身经历一样。唯一的变数是温峤，梦里根本没有这个人。我伸手就要拿一旁的手机，却摸到了带着温热的皮肤触感，呆了一下，对上了男人幽深的眼神。陆慈安，我呆呆地叫着他的名字，眼眶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陆慈安原本带笑的眼染上慌乱，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着眼泪。怎么了？我们什么都没发生，只是昨晚你抱着我不撒手，我才睡在这里。我知道。我将头埋进他的胸膛，闷闷地出声：“我都想起来了。”陆慈安的身子僵硬了一下，随后抱着我的手不断收紧。他嗓音有些干涩，也带着些失而复得的喜悦。不要再丢下我了。没有人知道，他好不容易摆脱父母的控制回来找他时，却得知他已经结婚的消息时的心情。原本只想默默地守着他，可看到他过得不好，他还是没忍住想要将人带走。就算忘了他又如何？只要他在身边就好。平复好心情后，我给温雪打了一个电话，他好像早就知道我会打这通电话，等了我很久一样，不等我开口，就把所有真相告诉了我。他是异世界的任务者，到这个世界，一方面是为了攻略傅希言，另一方面是改变我惨死的结局。知道所有的真相后，我很庆幸能有重来一次的结局。这段时间，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傅希言对温雪求婚的消息，可本应在准备婚礼的人却喝得醉醺醺的跑到了我家楼下。傅希言1.86米的高个蜷缩在楼道里，身上的西装也沾染了灰尘，就这样蹲在门口，低着头。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睛深处亮了起来。阿宁，我好想你。男人紧紧抱着我，像个人形玩偶一样挂在我身上，扒都扒不下来。我越想将人拽开，他便抱得越紧。还不等我想出办法，紧随而来的陆慈安刷刷2步走上前，一把将人从我身上扯了下来。傅希言，你发什么神经？陆慈安像个鸡妈妈一样，充满战斗姿态站在我面前，看着他如临大敌的模样，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傅希言，你来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温雪结婚了吗？我转头看向对面的人，经过方才那一顿折腾，傅希言似乎清醒了些，眼中的光重新沉寂下去。我想来看看你，他也不知道怎么了，明明就要得偿所愿了，可心里一直空落落的。一想到江宁，心脏就像被针扎一样密密麻麻的疼。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江宁在他心里的重量。他自始至终真正爱的人都是江宁。看着他这副神情的模样，我嗤笑出声：当初是你放弃了我跟孩子，现在又来装什么深情？就算没有温雪，也有其他女人，梦里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足以说明这个男人的滥情。对于他来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一旦得到，就不会珍惜。听到孩子，傅希言的脸色白了些，最后在我厌恶的目光下落荒而逃。一夜之间，傅希言和温雪成婚的热搜被撤了下来，傅氏集团偷税漏税、生产假货的消息席卷全网，公司的股票一跌再跌，短短几天就宣告破产。傅希言为了躲避仇家和债务，逃到了国外。在我和陆慈安的婚礼的那天，温雪来了，我有些惊讶，因为网上关于他的消息早已没了，他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一样。我以为他任务完成，已经离开了。新婚快乐！温雪笑着将准备好的礼物递给我，张开双手要给我一个拥抱。我伸手轻轻抱住了他。你要离开了吗？对，他坦然地开口，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这次回去估计以后都见不到了，以后要幸福哦。说完这句话，他边向我挥手，边提着裙摆潇洒转身。看着他的背影，我轻声说了句谢谢，老婆。看我看得这么入神，陆慈安委屈从身后抱着我，毛茸茸的大脑袋在脖颈间来回蹭，像一个对主人撒娇卖萌的小动物。我揉了把他柔软的黑发，重新牵起他的手。走吧，陆先生。大概有的人有的事就是用来错过的，但有些人即使错过也会再次重逢，有些被埋藏的爱意即使暂时遗忘也会重新记起。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